放弃维修了啊，看什么情况。本来觉得换个这个二极管就好了，谁知道没那么简单。这是一个利马的原装充电器，输出88.5伏3安，这是一位朋友拿过来的。故障现象就是通电没反应。我拆开之后呢，首先看到这儿，看有高温的痕迹，直接测量这个刺激整流二极管，直接击穿了。手里没有一模一样的，就找了一个先装上去测试一下功能。现在通电，看一下这个大电容上的电压，88伏、87.5伏，有点不稳定，对吧？再看现在，看94伏，拿出热成像看一下，看那个红点，看到了吗？80多度，现在就是这个7805三端稳压器，测量7805输入端8.8伏，然后输出应该是5伏，看现在多少？4.7伏，差了0.3伏，还不稳定，看又是4.8伏了。7805它本身发热，并且咱们测量它这个输出不稳定偏低，两种情况，要么它自身7805自身有问题，要么就是它负载过重。你看它输出，首先给这个芯片供电，这一路通过电阻了，还来这边了。咱们测一下这个输出端，也就是芯片这个供电端对 D 的阻值是多少？咱们用二极管档直接测量一下，0.04伏的压降，这有点偏低啊。兑换表比再测一下，还是0.04，有可能这个芯片有问题了。咱们用热成像再照一下这个芯片，再确认一下啊。你看我手指按的地方，通电，哇，一通电立马你看，这红点这70多度了，就是它热。测一下这个芯片的电源对 D 的下降，你看0.05，兑换表比还是0.05，说明这个芯片有问题。这个芯片可以不装，咱们可以通电。哇，还不对呀，这个7805，你看温度立马也上来了，现在50多度、60多度，关了。再测一下7805的输出8伏，输入端10伏，7805也坏了。到此呢就可以放弃维修了。看来是这刺激这个管子瞬间击穿之后呢，这一路电压会瞬间升高把7805干坏，干坏之后顺便，因为它俩是连着的嘛，把这个芯片也干坏了。这个芯片是逻辑芯片，充电器的恒压、恒流，然后还有这个转灯都是它来控制的。这个芯片一般买不着，不好买。另外这个充电器也不贵直接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我又找了一个这样7805，咱们再装上试一下这个芯片可以不装，但是这个7805必须得装，因为这个稳压这边光耦，你看这个要给光耦供电的。切换到电压档，直接通电，空载大电容两端电压85.81，这个稳得很。然后再测一下7805输入端18.3，然后输出4.94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